大家好，我是美食多 YouTube 黄金3小时。如果是我的铁粉，请给我一个 like。第一次看我的视频，请您静悄悄地给我一个 like。王秀兰尽管已经68岁，但她依然保持着精致的生活方式。每天她的日程都离不开一样东西，那就是咖啡。随着年龄的增长，王秀兰开始对自己的记忆力产生了担忧。她害怕自己会患上阿尔兹海默症，失去记忆，失去独立。听说喝咖啡可以降低阿尔兹海默症的风险，她坚持每天都要喝咖啡，希望通过这种方式预防这种疾病，并且王秀兰几乎是1个小时就要喝掉1杯咖啡，不管是手磨的还是速溶的，王秀兰都可以一口干掉，都不需要添加糖分。这样的生活方式让王秀兰的身体状况开始出现问题。她发现自己每天都睡不好，总是在夜晚辗转难眠，起床后总是精神萎靡，无精打采。王秀兰明白，咖啡中的咖啡因是干扰她睡眠的元凶，但为了防止阿尔兹海默症，她仍然坚持每天喝咖啡。王秀兰一天实际上就只能睡上2-3个小时。可惜的是，这个坚持并没有给她带来好的结果。不久后的一个早上，她在家中突然离世，原因是过度疲劳和长期的睡眠不足导致的身体崩溃。无独有偶，今年56岁的李大爷和其他喜欢喝茶喝酒的中老年人不同，李大爷有个颇为稀释的爱好，那就是喝咖啡。用李大爷自己的话说，一天不喝咖啡浑身都不舒坦。一开始是李大爷的儿子在喝，然后李大爷也试着喝了几天，就一发不可收拾了。看着李大爷每天都要喝咖啡，老伴心里有些不安，总觉得这个外国的玩意对健康不是很好。老两口平时没少拌嘴，很多老人都喜欢喝咖啡。早上起来1杯热乎乎的美式咖啡，仿佛给一天注入了满满的元气。我也喜欢咖啡杯，厚重的、精巧的、文艺的、呆萌的，放在电脑边码字看书，品添几分小确幸。相信很多人也和我一样。那么问题就来了，咖啡真的像2位老人说的那样可以预防老年痴呆吗？那么我们一天可以喝几杯咖啡呢？喝咖啡到底对身体好还是不好？为什么前文中的王秀兰却因为喝咖啡不幸离世了呢？让我们一起来一探究竟吧。1. 研究实锤，长期饮用咖啡加强脑代谢，能降低老年痴呆风险。这项研究被发表在著名期刊《临床研究杂志》中。领衔研究者帕尔瓦教授通过对小鼠的咖啡因摄入对比中发现，一共有将近720个基因片段受到了咖啡因的成分影响，而咖啡对基因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乙酰胆碱水平降低方面。大脑中的乙酰胆碱水平降低，饮用咖啡的同时，大脑乙酰胆碱水平减少，脑部代谢的效率也会因此提高。帕尔瓦教授还表示，大脑代谢和神经细胞的消耗速度息息相关。如果长期饮用咖啡，中老年人脑神经细胞损耗速度减小，能够对老年痴呆起到非常不错的预防效果，降低大约41%的老年痴呆风险。不仅如此，脑部代谢和脂肪代谢、胰岛素代谢、蛋白质调节均有神经系统关联。长期饮用咖啡，中老年人免疫力或能得到提升，高血脂、高血糖症状也能够得到一定的改善。由此可见，长期饮用咖啡对于中老年人而言有不少的科学好处，不仅能让大脑变得年轻，降低老年痴呆风险，同时还能起到提高免疫力、预防部分代谢疾病的效果。有需求的中老年人不妨养成饮用咖啡的习惯，效果或许会令你惊喜。2.
咖啡每天喝多少才能对中老年人的健康有益？在帕瓦尔教授的研究中，单纯以咖啡因的角度表明其对于大脑和神经细胞的作用，但对于喝多少并没有明确的阐述。而美国癌症研究中心曾经就咖啡饮用量和疾病风险关系进行研究后发现，每日饮用3杯的咖啡因对身体的作用率会达到顶点，平均降低 10% 的心血管疾病以及脑疾病风险。但是如果每日饮用超过了3杯，对健康的影响效果不是很大。所以超过50岁的中老年朋友，每日饮用3杯咖啡，大约在450毫升，是比较合适的参考。根据自己的喜好和身体情况进行增减即可。前文中的王秀来老人就是因为没有注意喝咖啡的量，这才导致了悲剧的发生。总而言之，合理且长期饮用咖啡是更有利于健康的选择，但是咖啡虽好，也不一定适合所有人。3. 每天都喝咖啡的人身体会怎么样？ 1. 头脑清醒，缓解疲劳。咖啡中的咖啡因含量很多，而咖啡因的作用就是可以刺激神经，使神经保持在兴奋状态。另外，咖啡因与体内的腺苷相似，也就可以占据它的位置，不会释放休息的信号。腺苷的作用就是释放休息信号，提醒人体该休息了，此时人就会犯困疲劳。如果一些人群在该休息的时候还在忙碌，想要提神缓解疲劳，就可以喝点咖啡来提神缓解疲劳，让自己更有精力去应付工作或者其他事。2. 降低死亡率及部分癌症发病率。在欧洲流行病学杂志上有过一篇报道，表明了适度喝咖啡有利于降低死亡率，还具体说明了每天2杯咖啡，预期寿命可延长2年。这项研究也是对38万多人进行的，且针对45万种死因进行了分析，也排除了一些因素，比如年龄、体重以及吸烟和喝酒。发现欧洲人经常喝咖啡，效果会更好。每天都喝咖啡的人，全因死亡率和特定原因死亡率都会降低。在研究中还发现，适度喝咖啡可降低患癌、患心血管疾病、呼吸道疾病的几率。除了这项研究，美国的2015年到2022年居民膳食指南中也特别指出，每天适当喝不加糖和奶油的咖啡，患2型糖尿病及乳腺癌、子宫内膜癌和肝癌的风险会有所降低。3. 预防老年痴呆。美国老年病学杂志上面经过10年的调查追访，发现在6000多名65岁后的老人每天适当喝咖啡，患上老年痴呆的风险可降低 36%。 主要功劳还是在于咖啡因。每天都喝咖啡与从不喝咖啡的人有啥区别？从以上几个喝咖啡产生的效果可以了解到，不喝咖啡的人难以享受到咖啡带来的相关好处，差别或许就在这些地方。但是说哪个身体更好，这个没有答案，因为影响健康因素太多，仅靠喝咖啡这一点不能做出合理的评判。即便喝咖啡有相应的好处，也不能代表每天喝咖啡的人就一定比不喝咖啡的人好。况且还要考虑一个问题，就是每天都喝咖啡的人，每天喝咖啡的量是多少？喝的是什么咖啡？喝咖啡的人群又是怎么样的？这些问题没有搞清楚，也就不能给出答案。再者说，不喝咖啡的人是否养成了其他的良好习惯或不良习惯，这些不确定因素都有可能对健康产生好与坏的影响，因此两者之间不可做比较。4. 为什么又说喝咖啡致癌呢？2018年，美国加州一家法院作出裁决，要求标明咖啡含有致癌物质。也正是因为这则新闻，咖啡致癌的消息一度刷屏朋友圈，
实际上说咖啡致癌，是因为烘焙过的咖啡中含有丙烯酰胺，这是一种致癌物。那是不是就等于喝咖啡会致癌呢？其实据食品与化学品毒物学期刊刊载的人类对丙烯酰胺安全膳食摄取量的预估一文指出，当人体每日每千克体重摄入 2.6 微克至16微克丙烯酰胺时，就会有患癌风险。据此计算，一位体重55千克的咖啡爱好者，每日丙烯酰胺耐受量为143微克，一杯160毫升的黑咖啡，平均的丙烯酰胺含量 0.45 微克，每天至少要喝318杯黑咖啡，才可能产生致癌的风险。也就是说，普通人每天喝几杯咖啡，远不足以达到致癌剂量。另外，丙烯酰胺在很多食物中都存在，只要是通过油炸、烘焙、烧烤等方式烹饪的食物，就会含有丙烯酰胺，比如薯片、面包、饼干、油条，甚至家常的炒菜中都无法避免。因此，剂量是否是致癌的关键。除此之外，咖啡中的咖啡因也是有每日摄入限量的，一杯咖啡大约含有100到200毫克的咖啡因。对于大多数的成年人来说，一天的咖啡因摄入量最好不要超过400毫克。对于儿童、青少年来说，则建议少量饮用或不饮用咖啡。需要注意的是，有些茶类、可可等饮料中也含有咖啡因，摄入量是要考虑进出的。当咖啡因摄入过多，可能会造成心律失常、心悸过度、兴奋抽搐等反应。5. 咖啡虽好，但也不能随意喝咖啡。咖啡虽然有益健康，但很多人在饮用之后，反而会出现各种不适症状，这很可能是饮用的方式不对。1. 注意喝咖啡的频率，咖啡里的咖啡因会导致肾上腺素释放和血压上升。对于不经常喝咖啡的人，贸然过高频率的摄入咖啡因，会引起心跳加速，甚至会诱发心肌梗死。而经常喝咖啡的人却不会。每天喝咖啡的人在1周后会逐渐适应，出现咖啡因耐受性。因此刚开始进食咖啡时，注意频率，不宜过于频繁。2. 注意咖啡摄入量，每天坚持喝少量至中量咖啡的人，有助于预防心脑血管疾病，但每天喝大量咖啡的人无法获益。这里的中量是指每天摄入不超过210到400毫克咖啡因，大约相当于3到5杯咖啡。过多摄入有害无益。当然，有些人对咖啡因很敏感，在饮用咖啡之后出现心跳加速、恶心、头晕等不适感，这类人应该少量摄入或不摄入。除此之外，有些人群是需要对咖啡慎重选择的。1. 胃肠道疾病患者，咖啡会刺激胃酸分泌，尤其是有胃溃疡的人更应该谨慎。2. 孕妇、乳母过量饮用咖啡，可能导致胎儿畸形或流产。另外，咖啡因可以通过乳汁被孩子吸收，可能会刺激中枢神经系统。3. 容易失眠的人群喝咖啡会引起人神经兴奋，从而影响睡眠，因此不建议失眠人群饮用。4. 骨质疏松患者喝咖啡会减少钙质，引起骨质疏松。5. 心血管疾病患者摄入少量咖啡因，或许可以预防心肌梗死，对某些心血管疾病有预防作用，但大量摄入咖啡反而可能会导致心血管疾病意外的发生，因此不建议为了预防心血管疾病而改变自身习惯去饮用咖啡。6. 服药人群，咖啡和茶与多种药物之间会产生强烈的相互作用，因此在服药期间不应该摄入咖啡和茶。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制作视频不易，如果您觉得今天的分享对你有帮助的话，可以分享给身边的朋友，别忘记点赞、收藏，点击我的头像，可以看到更多的精彩内容。
我们下个视频见啦！